歡迎回到 The Gods Timeline。在第1集到第2集之間，地球瘋狂快進了1700年。這期間，地球發生了一次隱形的升級，全世界的文明都點開了同一個科技樹——青銅與戰車。現在是公元前1300年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帝國俱樂部時代。剛送走年輕的圖坦卡門，埃及迎來了最自戀也最強大的拉美西斯二世。他正開着雙人輕量化戰車，帶着幾萬大軍御駕親征。埃及的宿敵來自小亞細亞，手握先進冶鐵與重型戰車技術的西台帝國在此設伏，幾千輛戰車在戰場上瘋狂對撞，弓箭齊飛。這是戰車技術的極限對決。這場大戰打到最後，雙方兩敗俱傷，於是他們簽訂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國際和平條約——銀版條約。好玩的是，拉美西斯二世回國後，在所有神廟牆上刻滿字，吹噓自己一個人就打爆了全場。而西台國王也在自己的泥板上記錄，埃及人被我們打得落荒而逃。當拉美西斯二世在敘利亞打仗時，遙遠的東方，商王盤庚剛剛把首都遷到了今河南安陽。東方終於在這一極點開了文字科技樹，他此時不用紙草也不用泥板，而是拿着烏龜殼和牛肩膀骨頭。巫師把骨頭丟進火裡烤出裂紋不照，然後用刀把文字刻在上面，這就是甲骨文。在商朝人眼裡，這就是祖先發來的簡訊。與此同時，商朝人發明了當時獨步全球的黑科技——快犯法。先用泥土雕刻模型，再將液態青銅精準灌入。這尊高達133公分、重達832公斤的厚木屋方鼎，為迄今為止出土全世界最重的古代青銅器之王。商朝人以先進的青銅技術，在安陽建立起了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青銅超級工廠，以支撐商王的鐵血威權。這座工廠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能成批標準化的生產武器，將銅和錫轉化為軍隊的死亡收割機。一手拿着無堅不摧的青銅武器，一手拿着能與神明通訊的甲骨密碼。這套神權加工業的降維打擊，讓商朝統治了中原長達數百年。告別東方的青銅大鼎，我們回到公元前1300年的地中海，在希臘半島的山巔之上，一群人在幾十噸重的巨石中堆砌起他們的神話。這就是荷馬史詩中形容為多金的邁錫尼，他們是當時希臘最強悍的征服者。整座城市像是一座巨大的石造堡壘，先民們並未使用水泥，而是完全靠純物理堆疊，石頭大到令人懷疑是巨人所為。這裡的主角是穿着笨重青銅片盔甲，住在雄偉巨石城堡裡的邁錫尼人。荷馬史詩裡阿基里斯與赫克托爾的決鬥大約就在這個時代上演。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為了爭奪地中海的貿易控制權，史詩裡說是為了美女海倫，率領龐大的黑體戰船艦隊跨海遠征特洛伊。對邁錫尼國王而言，特洛伊就是通往黑海貿易路徑的唯一鑰匙。特洛伊最終毀於一場欺瞞，但透過考古挖掘，我們發現那場戰爭最終讓勝利者與失敗者同歸於盡。這場戰爭之後，輝煌的邁錫尼文明也隨之分崩離析，青銅時代的巔峰竟成了眾神黃昏的前奏。歐亞非大陸在用青銅戰車瘋狂對撞，到處寫字時，美洲的第一站秘魯小北文明已經沒落，但在中美洲的墨西哥熱帶雨林裡，奧爾梅克文明正在甦醒。這裡居住住神秘的奧爾梅克人 Olmecs， 意思是橡膠故鄉的人。他們會割開橡膠樹，收集乳白色的汁液。這裡的人類簡直是生存大師，他們沒有青銅器，甚至沒發明輪子。他們從幾十公里外的火山區生生挖出了重達10幾噸的巨大玄武岩。在沒有馬匹、沒有輪子的時代，全靠人力在泥濘的叢林裡硬拖。
沒有金屬，鑿子怎麼雕刻？答案是用更硬的石頭去砸。石匠們手持硬玉工具，像打印機一樣，在堅硬的火山岩上敲擊了千萬次。當這尊沒有身體，只有頭颅的巨石頭像出爐時，它就成了美洲最早的威權地標。這張嚴肅的臉可能是當時最高統治者的寫實肖像。這就是公元前1300年的地球。無論是靠青銅戰車外交的埃及，用鐵血和文字通天的商朝，還是靠海洋爭霸的希臘，用石器對抗叢林的美洲，人類文明達到了第一波巔峰。下一集我們將去看公元前500年的孔子、老子、蘇格拉底、釋迦牟尼等如何在同一個世紀集體點亮人類的智慧之光。我是 The God's Timeline， 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們下一個時空見。